他表面上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老大，背地里却是个毫无底线的女儿奴。你怎么又来电话？又想你了呗。又忙。那孩子好吗？等着见老爷呢。你胖了没？胖了，吃的有点多。亲爸爸一口。然而这天他突然收到一则消息，女婿竟背着怀孕的女儿偷偷在外面搞女人，这让脾气一向都不太好的他瞬间暴怒。小姐，不是。于是在吃饭时他故意支走女儿，准备给女婿点颜色瞧瞧。爸，什么事儿啊？像我们这样的人啊，在外面做事，有时候难免真真假假，骗来骗去的，对吧？但是，人家要是信任你了，把你当自己人，把你当亲人了，那你就不能再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了。我把这个叫忠诚，这也是我的底线。爸，我对您绝对忠诚。闭嘴！你给我消失！消失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。那莎莎怎么办？我是她老公，我是孩子的爸爸。这是于和伟演的唯一一部差点把自己吓哭的戏。导演让我看回放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害怕。拍完后，他甚至一度担心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会不会就此崩塌。可事实证明，他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因为他演的黑老大实在是太狠了。男人的名字叫黎志田，是身价100亿的集团老总，可他却从来不住家里，每次都住当地最豪华的酒店，手下提前准备好10几张房卡，等到电梯门关闭后，他会从这10几张房卡中随机挑选一张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哪一间房。而他之所以这么谨慎，是为了躲避仇家的暗杀。可这天晚上他睡得正香，却意外接到了一通电话。你做号了？睡意朦胧的他并未多想，不料2个杀手突然找上门来，他们手里有房卡，径直冲进黎志田的房间，却意外扑了个空。杀手没有急着离开，反而仔细搜索着房间的每个角落。一个杀手听到旁边的房间传来动静，于是便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殊不知黎志田正躲在房梁上面。另一个杀手见状撒腿就跑。事后黎志田淡定地清洗着竹棒上的血迹，冷漠的神情就像是刚刚捏死了一只蚂蚁，而这条竹棒也对他意义非凡。30年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搬运工，靠着手里的竹棒组建了一个搬运小组，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再到后来市值1000亿的精武集团，而那根竹棒也成了公司的镇宅之宝。很快手下将现场清理完毕，仿佛杀手从来都没有来过。可平静背后隐藏的往往是无法克制的怒火。黎志田一口咬定杀手是女婿派来的，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，他发现了女婿出轨的证据，并毫不留情地将他扫地出门。这个事儿我自己来。手下建议先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说，可黎志田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。能拿到这沓卡的还有哪个？还有哪一个？而女婿对此却一无所知，他正在大排档喝着闷酒，不料有几个小混混过来挑事。看啥子？我朋友也是，你看到没？哎，你找茬是吗？计划有点多。你弄狗骗你弄！你他妈再说句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过来弄死我！来！可这还不算完，当他开车回家的时候，小混混又追了上来，并将他绑到了一处废弃工厂。黑暗中走进来一个人，当女婿看清来人后，心已经凉了大半截。来人正是黎志田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而是自顾自地换上一身防护服。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猎杀时刻来临了。只见他拿着一把扳手，狠狠地砸到女婿头上，直到把他的头颅打碎。很快警方发现了女婿的尸体，可奇怪的是，几个小混混竟主动投案自首，还声称是在吃饭时闹了点小矛盾，才失手将他打死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提前计划好的。真是挺无法。当天晚上，黎志田接到一通电话，来电的是副市长郑刚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差点让黎志田当场破防。可惜了一个好女婿，是你指使的。幼稚。你想做就凭他敢动手杀你吗？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刚搞的鬼，两人之间一直存在利益关系。郑刚以职务便利帮黎志田拿项目，而黎志田则负责帮郑刚处理见不得光的脏事，包括设计杀害他的前妻朱莉。可随着扫黑督导组的到来，两人又开始相互猜忌，明争暗斗，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，因为只有对方死了，自己的秘密才会真正的石沉大海。可他们忘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，因为两人不计后果的争斗，朱莉的尸体意外暴露在警方视线里。与此同时，杨小薇找到了朱莉生前的手机，手机里藏着郑刚和黎志田官商勾结的证据。然而不幸的是，
警方和黎志田同时得到了这个消息，而黎志田先一步派人找到了杨小薇，逼迫他把手机交出来。见杨小薇誓死不从，这个长相酷似李乃文的男人试图用钱收买她。这是200万，你把手机交出来，然后自己按这个确定键。杨小薇仍旧不为所动，于是男人开始加码。一口价。男人劝他不要再坚持了，拿着这些钱过好日子不好吗？杨小薇眼神闪烁，可依旧没有松口的意思。与此同时，警员苏建明正马不停蹄地往这赶，他怕证据被黎志田先一步得到，更怕杨小薇遭遇不测。而另一边，男人开出了最后的价码。最后一次，我希望你明示你1000万，拿好钱，远走高飞。当苏建明赶到的时候，杨小薇的家里早已空无一人，并且所有的痕迹都已经被清理。但苏建明还是发现了杨小薇留下的线索，他并没有因为钱财而丧失底线，但这样做等于亲手将自己送上绝路。黎志田给郑刚打去电话，他觉得苏建明已经拿到了手机，因为就在刚刚，手下看见苏建明进了一家手机店，买了一个老式手机充电器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郑刚瞬间暴怒。他告诉黎志田，一定不能让苏建明把手机打开，更不能伤害他，因为苏建明是他的养子。至于被绑架的杨小薇，也不能碰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也不能碰。那我到底该听你们2个哪个的呀？郑刚心有疑惑，但很快就明白过来，藏得最深的竟是身旁的妻子。妻子一把夺过郑刚的手机，听我的。好，姐。原来杨小薇跟郑刚是情人关系。不久前妻子撞破了这件事，但他却没有声张，反而安排黎志田把杨小薇处理掉。为了打开手机拿到证据，苏建明来到同事居住的码头旅馆，赶紧充电。可他们却不知道，黎志田派的打手也尾随而至，并且屏蔽了船上的信号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赶在手机开机前抢过来。与此同时，黎志田的女儿难产，到医院再调医生过来。两件事加在一块，让他自顾不暇。打手们陆续上了船，很快将两人堵在了过道上。不幸的是，手机到现在都没有开机。万幸的是，同事李慧玲提前在装备处领了枪，这让打手们有所忌惮，双方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。而另一边，黎志田亲自来到产房，鼓励女儿要勇敢。我会有危险吧？没事没事啊，老爸在这儿呢，勇敢一点啊。咱还没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刚刚联系上，他手机丢了。这个傻白甜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她那个冤种老公已经提前让村里人吃上席了。不久后，女儿终于顺利生产，诞下了一名女婴。可因为缺氧导致孩子没有呼吸，医生们正在全力抢救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另一边，打手们对两人步步紧逼，李慧玲不得已只能开枪，这才把对方逼退。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后，一声啼哭响彻整个产房。黎志田喜极而泣，但他却没有意识到，新生同时也预示着死亡。生死交叠是宇宙数亿年来亘古不变的真理，而面对李慧玲手里的真理，打手们不得不暂避锋芒。这时手机开机了，一段尘封的往事浮出水面。原来苏建明是郑刚和朱莉的儿子，当年朱莉意外发现了郑刚的秘密，本打算去揭发他的罪行，却惨遭灭口。建明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妈妈这段话。建明这个名字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妈妈就给你起好了。妈妈天天想你，特别后悔当年把你交出去。郑刚永远不敢承认你是他的亲儿子，他不配当你的父亲。妈妈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太相信他了。现在我终于醒悟了，他其实就是腐败分子、犯罪分子。他跟李志田勾结，有很多不能见光的黑幕。今天我最后一次去跟郑刚谈判，如果妈妈万一有不测，凶手不会是别人，就是郑刚和李志田。当遮羞布被揭开的那一刻，郑刚再也无法保持冷静，甚至顾不得什么血脉亲情，当即决定让打手们灭口。这时反倒是身为养母的妻子站了出来。当年你要把他抱回来，我是不情愿的，但是我把他养大了，他也是我的亲儿子。可他却低估了郑刚的疯狂，打手们一拥而上，李慧玲打光了枪里的所有子弹，却依旧没有挡住他们。好在特警赶到，将所有的打手解决，可李慧玲却躺在了血泊里。救人！救人！另一边，黎志田正守在女儿身边，贪婪地享受着最后一丝温馨。他示意护士小声一点，不要把女儿吵醒。随后独自来到门外，他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情说不出的复杂。透过玻璃，他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最信任的兄弟对他痛下杀手，
他拼死反抗，狠狠咬向对方的脖子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不料背后突然出现一人，用棍子将他打倒在地。来人是黎志田的哑巴表哥，当年被他割掉了一半舌头。在最后时刻，他打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示意对方不要吵醒房间里的女儿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黎志田和郑刚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杨小薇最终被警方解救，而李慧玲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黎志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看女儿和外孙最后一眼。可会见室里人来人往，却始终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他可能还是不想见你。还有1分钟，再等等。这时，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，身后是她朝思暮想的女儿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只是幻觉。该剧拍摄于2019年，却因为题材敏感，迟迟不能过审。直到2022年，国家出台了反组织犯罪法，并完善了相关法律，该剧才得以在2023年上映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部电影的原片时长近3个小时，公映版却只有2个小时。原片内容竟足足删减了1/3，而这1个小时到底讲了些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网上的说法也众说纷纭，但哪个真哪个假，还需各位自行判断。